这个东西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感觉挺眼熟，但是又很陌生，一般叫不出它的名字来。当年呀，我是凭上边的一个点就捡漏了这一件重器。这个东西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字，叫做意，形如其器，形如其意。这个意就完全表达了这一个东西咱说的这一个框，一横竖折，其实这也是一个字，它叫什么呢？它叫方，看不成方形了。方属于物意，那里面又有一个也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是一个方形的延伸，看见它是一个方形的延伸叫意。但是我说这一遍以后可能很多人还是记不住，那么我就说一首诗，寓教于乐。这是毛泽东的一首诗：乌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乌岭逶迤的那个迤跟这个迤虽然不一样，同音。那么你记起这首诗来其实它意思还有点相近，你就能记住这个器形了。先明白它叫什么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就说这个东西的作用是什么据史料记载在西周早期，这个东西应该是酒器因为我们在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书上意那是国宝，它底下有4个腿儿，底下可以放一个小灯去加热温酒的。那么到了西周的中期以后呢，禁酒。那么周礼中有一种礼仪叫做卧冠之礼，就说在那个时候高等级的人们在举行活动的时候要行卧冠之礼。那么《左传》里边有记载叫什么呢？奉仪卧冠。奉仪就是我持着这个仪器给你倒水洗手，也就是说它从酒器演变为水器。那么在陕西蒲城初代的元代的墓里面那墓里有这个彩绘的壁画，那上边呢就有一个瓷器的一只仪杯跟一个玉壶春瓶放到一起。您知道玉壶春瓶都是酒器嘛，所以说作为游牧民族，可能它又恢复了就是说它倒酒的这种功能你在一个我们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个鎏金的一个仪器跟仪这个字特别相似参考这个图你就能看出这个仪的来历了。我们中国文字真是博大精深，有些时候其实我们不懂的东西查查字典就知道了一定仔细听我讲完。这上边有好多非常专业的名词，你比如说你看跟故宫博物院的这个书上意去对比的话这上边就是一个夔龙这个夔龙用到这个仪器上是做什么用呢？这个有一个专业的名词，非常专业，叫做判，这叫个判手那么这个地方出了一个，这叫出击那么这叫圈足。那这上面呢也是仿的周朝的那种饕餮纹，上面錾刻的非常的细致这是明代的明代的仿古，就是明代的那种达官贵人这个士族阶层或者是这个政权阶层他们干嘛？他们也是喜欢，喜欢他们也知道周朝的一些事情他们也考古。这个呢就是我在当时地摊上无意间购得的，当时我就看到它上面一点，就是这一点。您记住这一点，可能您也会捡漏，就拉近了来看一下，不知道能不能拍出来。看上边嘛，这里边嵌了银丝，看见了？不知道能放出来吗？它有这种纵横交错细小的纵横交错的纹理细小的纵横交错的纹理，你看每一个鎏银的地方都有这种纵横交错的纹理大多数人都不会去注意这也有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词语这个工艺叫做剪银工艺。这么硬的一种东西去雕出花来还不行，古人说我还要再在上面加装饰古代人讲究之极就是干什么玩喜欢再加上银它是不相容的，那怎么把它弄到上面呢？古人的智慧是非常强大的，就是它工艺的第一步叫做什么呢？叫做发露，就是拿拓把它上面弄成这种纵横交错的纹，然后这个敲打的这个薄的这种金箔银箔把它放到这个铜器上面更有附着力就到了第二步了。第二步叫做剪罩这个剪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它铺到上面和这个纵横交错的纹相接触。第三步呢叫做烧牙这个词也很陌生，牙是什么意思是用硬的，比如说鹅卵石把这个金箔按到这些缝隙里面再烧让它结合的更紧密那么第四步勾花勾花是什么呢？银箔在上面我们可以在上面做造型就散出造型来，这就勾花。那第五个工艺是什么呢？点漆，就是为了突出银饰就是
把地子啊用漆点一下，但是我们这个年深日久了以后，漆已经不见踪迹了所以说有些时候啊，我们仅仅凭一点可能就能捡到肉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呀。这是书本上基本学不到的，现在也不会有人去讲因为牵扯到的就是说这个知识点太多了如果我要把这个完全讲透，可能我能讲一天又有几个人能耐心听完不会有的。所以说无论什么社会，不要浮躁，沉下心来在某个方面达到一定的修为和造诣。我们在欣赏一件艺术品的同时其实更多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震撼。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给我点赞。